大家好，欢迎来到简墨频道。许多同学练字多年，总觉得停滞不前。其实问题往往不在笔法，而在方向和方法。在开始今天的示范之前，简墨老师先送给大家练字的3条原则。第一原则，成年人学书法应以行书为主，楷、行、草一起学，可以更清楚地了解书体演变的轨迹。3种书体最实用的是行书，成年人学习书法应以行书为主，同时兼顾楷书和草书即可。这样安排，3体并进，3种书体都学好，便指日可待。那如何学好行书？在视频最后，老师会给大家演示行书学习最核心的秘诀。第2原则，学习书法主要靠看，而不是听。中国书法艺术在晋唐达到巅峰，其实的书法教育靠的是口诀手授。手授就是老师手把手示范给学生看。唐以后，这个传承链逐渐断裂，口诀留下来了，但没有了老师的示范，也就是看这个最重要的环节没有了。于是整体书法水平急转向下，所以多看高水平老师示范，多用眼睛吸收信息，书艺才能快速进步。简墨老师常鼓励学生偷学，老师写字时全神贯注地写，学生在旁边安静认真地看，很快学生进步神速，这就是看的力量。第3原则，日常练习不要练大字，书法是一门精致细腻的艺术，写大字这些特点都无法再现，更何况古人日常写的字都不大，所以练字应以和原帖大小接近为宜，不要盲目练大字。好，现在开始我们今天的示范。第1个字寒，楷书，宝盖要写得宽，第1、2横要短，第3横才拉长。撇捺舒展，但不宜过长。最后2点要圆润饱满，最后1点略大。行书第1种写法，宝盖下先写2竖，3横和左撇连写，捺送出去。第2种写法，宝盖下先横再2竖，2横和左撇连写，捺写成反捺。草书第1种写法，一笔写成，中间部分简化，保留最后2点。第2种写法，最后2点相连，拉成长线。第2个字来，楷书第1横短，第2横要拉长，中竖末端变成钩送出，撇捺舒展，捺加粗，亭亭玉立，充满美感。行书第1种写法，结构类似于楷书，最后的捺拉长送出去。第2种写法，2点，第2横和左撇一笔连写，捺变反捺。草书第1种写法，中竖垂直，左2撇和右捺视觉要均衡。第2种写法，中竖倾斜成弧线，撇捺搭在中竖上，如舞动的芭蕾舞演员，极具动感。第3个字蜀，楷书，上部日左上角不要封死，留小口通气。下部的者，第2横拉长，撇要拉长并拉直，像一把剑。下面的日底部不要平，就是左右2竖向下升，超过最底横。行书第1种写法，上部短横画多连写，长横和长撇连写。第2种写法，前面笔画一笔连写，长横长撇断开写，最后的日省略成2点。草书第1种写法，上部一笔写成，下部长横左升一笔写成。第2种写法，上部类似行书第2种写法，下部横撇及2点一笔连成。
第4个字往，楷书双人旁第2撇要往左退，数略往外弧，右边的点与下面的中数对正，最后一横要拉长，且要高过左边的偏旁。行书第1种写法，双人旁一笔写成，主一笔写成。第2种写法是往的叶体字，右边是声。草书第1种写法，双人旁简化成一短点一长点，右边一笔写成。第2种写法，左边简化成一点一横折，右边为声，一笔写成。第5个字秋，楷书合部撇要伸出去，捺为捺点，给右边留出空间。火部2点，左低右高，撇的上部要笔直，过半才弯，捺要加粗。行书第1种写法，合部撇捺连写，火部撇捺舒展，捺送出去。第2种写法，左边一样，右边火字点撇连写，捺为反捺。草书第1种写法，和火的2点1撇一笔写成，捺变捺点。第2种写法，左右一笔写成，更简洁流畅。第6个字收，楷书左边鸠部的提画往左升，竖画往下升，右边反文的撇要靠左收紧，写短，捺要逐渐加粗，拉长，力量外放。行书第1种写法，反文的捺拉长，送出去。第2种写法，反文的捺变反捺，收回来。草书第1种写法，反文的第1笔被省略。第2种写法，左右部分一笔连写。第7个字冬，楷书撇捺要舒展，撇细捺粗，下面2点类似寒的2点，和上部的中轴对齐，和撇捺的交叉点在一条中竖线上。行书第1种写法，撇捺舒展，捺拉长，送出去。第2种写法，左撇垂下，右捺抬高，变成反捺，收回来。草书第1种写法，类似于行书第1种写法，撇捺打开舒展。第2种写法，类似行书第2种写法，撇下垂，捺缩短，一笔写成。第8个字长，楷书对于笔画复杂的字，主笔画要适当加粗，次要笔画要写细一点，如右图所示。整个字面向右边略向左后仰，右边的弯钩要有弧度和张力。行书第1种写法，场部左边4笔简化，成部横竖连折，一笔写成。第2种写法和楷书的一体字长对应，省略场部左边4笔。草书第1种写法，突出点的形态，第1、第2笔为点，最后一笔为点。第2种写法，一笔写成，最后一点省略。好，8个字共40种写法，老师已经示范完了。现在给大家传授行书练习秘诀。行书的核心秘诀是8个字：行云流水，不急不厉。所谓行云流水，是说笔尖在纸上的移动要像天空的流云，山间的溪水，
自然连贯，不卡顿。写任何笔画都不要像写楷书一样有明显的起笔和收笔。书写中，笔画之间自然带出若隐若现的牵丝，形成笔断意连的效果。而不急不厉是指要把握好书写的节奏和力度。不急指书写节奏不急不躁，太快容易让笔画不沉稳，显得轻浮。当然也不能太慢，太慢会让字变得僵硬不灵动。不利指用笔时不刻意用力，也指书写节奏不突兀，无激烈顿挫，强调始终保持柔和自然的过渡。经常看到很多写行书的人手一抽一抽的，就是因为他们不了解、不明白何为不利。记住这2点，多看简墨老师的《最美圣教序行书教程》和楷行草一体千字文教程，多写多体会，慢慢就能达到行书既流畅又沉稳的艺术境界。希望今天的分享能帮助大家事半功倍，把书法真正学好。后续还会推出更多精彩的楷、行、草书法教程，欢迎点赞、分享和留言。记得订阅频道，我们下次再见。